这台电脑是微星的绝影 GS76，是一台大屏幕20毫米厚度的薄款游戏本。和普通游戏本不一样的是，它搭载了一块 4K 分辨率加上120赫兹高刷新率的屏幕，外加 DCI P3 色域，参数确实很亮眼啊。另外配置也很旗舰 ，i9 加3080，还有超大容量的内存硬盘，既能兼顾生产力工作，又能畅玩大型游戏，看起来非常美好。那么这台游戏本的实际表现如何呢？到底能不能成为你心目中的理想笔电呢？看完本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照例先来过一遍配置，这台电脑采用了 i9-11900H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，显卡是 RTX 3080 16GB， 最大功耗95瓦，内存是豪华的64GB 大容量，双通道 DDR4 3200兆赫兹双面颗粒，固态硬盘是一个2TB 容量的 PM9A1 PCIe 4.0 乘4速率。屏幕部分，它搭载了一块 17.3 英寸 4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，标称色域为100% DCI P3， 同时支持色彩管理。很明显啊，这台机器的配置非常顶级，因此呢，它的价格也不低，参考售价26999元，的确是土豪专属啊。接下来是外观，绝影 GS76 采用了纯黑配色 ，A 面是细磨砂金属，手感不错，中间有 MSI 龙盾的 logo， 屏幕可以单手开合，16:9比例，3面窄边框，上方有摄像头，下巴大约是1指半宽。来到 C 面，上方是进风口，键盘和赛睿联合设计，支持单键 RGB， 并且呢有多种效果预设，键程比较长，达到了 1.9毫米。值得表扬的是，它的键盘布局很合理，数字小键盘和全高方向键都得到了保留。不过呢，它的键帽尺寸比常规的笔记本要小，需要适应一下。触控板的滑动和点按手感不错，就是面积小了点。另外，它的触控板做工不太整齐，边缘有明显的接缝。作为一台售价2万多的高端机型，细节方面还需要加强。最后来看一下地面，上方是不规则的进风格栅，中间还有张1级能效贴纸。整机重量2.38千克，厚度20.3到20.8毫米，厚度在游戏本中控制的还不错。虽然不能和小尺寸全能本比，对比一些传统的17寸游戏本确实便携了一些。来到侧面看一下接口，左侧依次是电源接口、RJ45 网口，两个3.2速率的 USB-A， 还有一个3.5毫米的音频接口。右侧有2个 C 口，其中一个是雷电4，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，同时呢向下兼容65瓦，另一个则是 USB 3.2， 支持视频输出。此外还有一个 HDMI 2.1 和 UHS 2的 SD 读卡器，读卡器的速率很快，并且呢接口类型齐全，还支持 PD 充电，这个在游戏本里是难能可贵的。这台电脑最大的亮点是屏幕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它的表现。这是一块 4K 120赫兹的广色域屏，标称色域100% DCI P3， 它搭载了微星的 TrueColor 色彩管理软件，可以快速切换屏幕的色域。这里令我比较疑惑的是，微星在宣传页面里写的是 DCI P3 色域，但是软件里只有个 Display P3 选项，并没有 DCI P3 模式直接选择。在这个模式下，它的色域容积为101.2%的 DCI P3， 色域覆盖为96% DCI P3。因为 DCI P3 和 Display P3 色彩范围是相同的，只是伽马和白点设定有区别，因此呢，色域测试结果也差不多。Adobe RGB 模式下，色域容积和覆盖都是 85.3%。如果切换成 sRGB， 那么屏幕的色域容积会限制在 94.4% 的 sRGB， 色域覆盖 94.2% 的 sRGB。这样在浏览网络内容时不会出现过饱和的现象，解决了广色域屏的一大痛点。除了色域切换以外，它在对应的模式下色准也是不错的。Display P3 下平均 Delta E 为 1.15， 最大 Delta E 为 2.25。sRGB 下平均 Delta E 1.07， 最大 Delta E 1.79， 都是良好的水平。Adobe RGB 下平均 Delta E 1.48， 最大 Delta E 4.94。主要原因是这块屏幕没有能盖满 Adobe RGB 色域，在绿色部分偏差稍微大了一些。然后再来看一下亮度和均匀性，在5×5的分区中，中央区域最大亮度500尼特左右，两侧亮度偏低一些，最低的一个区块位于左侧445尼特。屏幕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它的黑白响应时间是 10.8 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14毫秒。如果在 MSI Center 中开启提高响应速度这个选项，那黑白响应时间会小幅下降到 8.2 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缩短到 10.1 毫秒，但是同时会出现一定的信号过充，产生鬼影现象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。总的来说，这块屏幕的素质非常优秀啊！本来 4K 120赫兹加上500尼特的亮度就已经是个很吓人的规格了，这次微星还给了它配备了一个色彩管理方案，进一步提升了广色域屏的实用性。测完了屏幕，下面轮到性能表现了。CPU 部分，它搭载了一颗 i9-11900H 8核心16线程，在性能模式下进行 Cinebench R 式循环测试，第一次得分5090分，之后会有一定的下降，维持在4670分左右。观察跑分时的功耗可以发现，第一次跑分时功耗可以达到100瓦，之后逐渐降低，
从第7次开始，功耗都是先跑上80瓦，频率 3.8 赫兹，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回落到了70瓦，对应的频率在 3.55 赫兹左右。跑分时 CPU 全程顶着95度，看来是温度影响了进一步的发挥。如果切换到强冷模式，那么前几次分数没有变化，稳定后的分数可以增加200分，保持在4870到4900分左右。跑分时的功耗和频率也有增加，后面几次都是先达到了90瓦，频率 3.95 赫兹，之后回落到了78瓦左右，频率 3.75 赫兹。温度也有一定的下降，前几次仍然顶着95度，后面会降低一些。测完了 CPU， 再来看一下显卡，它搭载了一张最高95瓦功耗的 RTX 3080，由80瓦的基础功耗和15瓦的动态增强组成。实际跑分中 ，3D Mark Time Spy 9476分 ，FSE 12629分，教室 1080P 6339分，综合起来大约是140瓦3070的90%。看来这90瓦的功耗对于职业104这颗大核心来说确实有点不够用啊，相比厚重型的旗舰型游戏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考虑到这台电脑的体型以及这个性能释放水平，绝影 GS76的定位更像是一台全能本而非纯游戏本。理论性能测试就先到这里，下面来看一下它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。在游戏部分，这台电脑可以开启独显智联来提高帧数，在 MSI Center 中点击这一项重启电脑即可。考虑到 4K 分辨率对于很多大型游戏来说比较吃力，我们一并测试了一下 1080P 下的游戏帧数。先来看网游部分， 4K 分辨率下 DOTA 2能够跑到平均144帧， CSGO 355帧都很流畅。但是 Apex 这个游戏显卡压力就比较大了，平均只有90帧，拉枪的时候有一些不太顺滑。如果分辨率降到 1080P， 那帧数可以再高一些， DOTA 2达到191帧， CSGO 达到654帧， Apex 也能到239帧。i9 加3080的网游表现确实不是盖的啊。然后是单机部分，在 4K 分辨率下，特效全开时，我们测试的大多数游戏都是在30帧上下的。对于95瓦的3080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古墓丽影和地平线5稍微好一些，差不多接近60帧，但是呢也没有达到及格线。对于高分辨率，我建议还是优先降低特效或者开启 DLSS， 这样的游玩体验会更好。当然，如果你追求更舒服的流畅度，那我建议还是降低分辨率。如果是 1080P， 那3080的性能就有富余了，2077也能跑到65帧。其他游戏都在70帧以上，古墓丽影甚至能够跑完100多帧，完全能流畅运行。看完游戏，我们再来试一下生产力方面的表现。Adobe 三件套 PS 909分 ，AE 1540分 ，PR 795分，表现不错。这个3080的显存容量够大，再加上64G 的内存容量也很充裕，综合下来对于生产力是有帮助的。而在反映工业软件性能的 SpecView 2020中，这些个测试更侧重显卡，所以说95瓦的3080表现就没有那么亮眼了。整体成绩更接近于核心相同、功耗为100瓦的 RTX 3070。小结一下吧 ，RTX 3080的职业104核心对于功耗的要求不低，95瓦功耗下，游戏只有1300兆赫兹左右的频率。对于配置要求不高的网游，它可以轻松胜任。单机游戏呢，如果想要原生分辨率运行，建议降低特效，或者说开启 DLSS。当然了，如果这台电脑能把显卡功耗提高到130瓦左右，那显卡频率应该会更高，游戏帧数就会相对好很多。接下来进入到拆解环节，这台电脑的拆解比较麻烦啊。首先要拧下底面的所有螺丝，用吸盘配合塑料壳片揭开后盖。注意它的底壳很薄，而且呢后盖和后出风口连在了一起，取下的时候需要避免把后盖弄弯。可以看到它的主板是倒装的，上面覆盖了一大片防静电贴纸，在这里可以更换和加装固态硬盘。原装的固态是一根2TB 的三星 PM9A1， 这块硬盘的 SLC cache 非常大，连续写入 150G 之后才会出款。降速后的写入也能够维持在1600兆每秒。机器还有个闲置的 MDR 硬盘位，可以自行加装。撕下贴纸后，可以看到右上角的无线网卡，型号是 Killer AX1675X， 支持 WiFi 6E， 其实是英特尔的 AX210 优化版本。下方是电池，99.99瓦时的容量。不得不说啊，现在的笔记本电池也开始内卷了，以前最大99瓦时，现在都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了。实测 PCMark 的现代办公续航时间为6小时6分钟。如果想要看到散热模组或者内存，那还需要再断开所有排线，卸下螺丝，把主板整个翻过来。原装的内存是2根32GB 的 DDR4 3200兆赫兹双通道，已经插满，不需要再升级了。内存运行在3200 Gear2 模式下，跑分看图。相比于2根8GB 的双面内存，它的读写速度和延迟表现都要稍弱一些。上方是散热模组，这是一套3风扇6热管的散热，供电和显存部分有均热板覆盖。下面用实测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。室温25度，在默认的极致模式下单搞 FPU，
CPU 位置在94度，功耗68瓦，频率 3.5G 赫兹。单烤显卡 RTX 3080位置在 70.3度，功耗95瓦，频率1215兆赫兹。双烤 CPU 是84度，功耗45瓦，频率 2.8G 赫兹。显卡70.5度，功耗80瓦，频率930兆赫兹。然后是表面温度，最高的键帽是40.5度 ，WASD 键在37度左右。此时它的人为噪音是49.5分贝。这个散热表现确实有点保守啊。我们再打开强冷模式试试看。在这个模式下，风扇转速会一直拉满，人为噪音达到了54.8分贝。此时双烤30分钟后 ，CPU 94度，功耗69瓦，频率 3.5G 赫兹，相比之前有明显的提升。不过呢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烤机一段时间之后 ，CPU 会出现间歇性降低到45瓦的情况，并不能一直维持在70瓦。显卡功耗则是没有变化，温度降低到了65.4度，比之前低了5度。表面温度看图，最高39.9度 ，WASD 键37度，和性能模式差别不大。总的来说，绝影 GS76 的散热表现一般。CPU 部分单烤可以跑到将近70瓦的功耗，但是温度已经是95度了，没有办法完全镇压这颗8核的 i9。显卡的温度不高，但是功耗设定也同样保守了。我觉得再多给15瓦都是压得住的。可能是微星对于绝影 GS 系列的定位更偏向于平衡的全能本，但我还是希望未来这个机型的性能上限可以更高一些，比如让用户在性能模式中按需选择就可以了嘛。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你对这台机器也有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屏幕素质极高，支持色彩管理。今年各家在屏幕上的军备竞赛越来越激烈，微星直接在屏幕参数上拉满了 4K 120赫兹 P3 色域。相比于 2K 165这种规格，这块屏幕在保证刷新率够用的同时，更侧重于画面的精细度，再加上广色域和色彩管理的支持，总体来说相当不错。第二，电池容量较大，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。它的电池容量达到了99.99瓦时，已经是方便带上飞机的最大容量了。同时呢，它还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，外出不需要高性能时，可以选择 PD 充电器减轻旅行重量。第三，机身厚度控制较好，这台电脑最厚处实测也只有20.8毫米，在游戏本里是比较薄的水平，这让它在外观上比那些厚重型的游戏本更加苗条一些。聊完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性能释放比较保守。这台电脑在强冷模式下双烤，显卡温度只有65度，功耗80瓦，表面温度呢也不高。这样的设定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，如果能多给一点功耗，那这张3080的性能应该会有不小的提升。第二，键盘键帽尺寸较小，它的键帽比标准尺寸要小1号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字手感，而且呢刚上手的时候容易误触。17寸的空间应该是足够放下标准尺寸键盘的，这一点我觉得需要进步。第三，主板倒装清灰维护比较困难。这台电脑的拆解比较复杂，本来尺寸更小的绝影 GS66 主板已经换成正装的了，我当时还专门表扬了它一下。结果呢，到了这台机器上还是倒装。如果要清灰换规制，那必须把整块主板拆下来操作，比较麻烦。绝影 GS76 是前代 GS75 的小改款，配置方面它拥有了现阶段旗舰级游戏本该有的配置 ，i9 加3080加 64G 加 2T， 非常顶级。但在模具上，它依旧沿用了上一代的方案。内部使用了3风扇6热管的散热，加上主板倒装的设计，这套方案驾驭这个配置有点把持不住。总体来说，高刷加高分辨率的大屏幕和大容量的电池是这台电脑的亮点。如果你用它来做创意设计，偶尔兼顾一下游戏，那它全能本的属性就能发挥出来，适合一本多用的人。但是如果你追求性能释放，那体型更大、更加主流的常规级游戏本是更好的选择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